就是这个问题也就好几千年了哈。我有时候做节目，综艺节目啊，主持人，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郭老师啊，什么你妈你媳妇掉河里边，我就老问他们，我说这题还没死呢，啊，我说你也想多了，他们俩会游泳啊。哎，现在这宫里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一定要把这些个时代背景、每个人的心理状况、每个人的位置讲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三国不容易的所在。啊，咱们就说点别的武侠故事，瞪眼一边，你也不知谁对谁错，啊，但这个不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朝里边不太平，尤其到现在了，皇上这就马上要完了，啊，什么病咱是不知道啊，要死之前，这个常侍们找皇上来谈事，其中十常侍里边，这有一个了不起的常侍，宫里的掌握兵权的宦官，叫蹇硕。蹇硕呢是西元军元帅，手下有兵，而且带着8大校尉。您也甭问8大校尉，8大校尉里边有俩，一说这名字您就知道了，一个叫袁绍，一个叫曹操。您就知道这个蹇硕他多大能耐了啊！蹇硕在皇上死之前就跟皇上商量，您呐得把何进杀了，要杀何进。为什么要杀何进呢？这是宦官们的想法，皇上眼瞅着就完了。如果皇上完了，要是立这个刘辩当了皇上，何家这支就全上去了，他舅舅手握兵权呐，我们怎么办？所以先除何进。从他们的脚步，这没问题，人想的对啊，跟皇上说这个事儿。当然他们不能这么说哈，给他刺儿一个刺儿一个，这啊得从江山社稷百姓朝廷，哎，方方面面，哎，这一说，这必须得杀他。大伙儿这么一说，汉灵帝呢，这会儿就要死了。到最后说这么句话：“容朕思之。”啊，就是你们让我再想一想，容朕思之。这就分在什么场合听，知道吗？你比如说，咱们几个人哈，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说出去吃饭去，啊，您各位跟我说，郭老师，咱们上那儿呢，咱撸串去，喝啤酒去。我告诉你们了，容朕思之啊，那就是不跟你们去，啊。那么搁到这儿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默许，因为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国家大臣，皇亲国戚，对吧？也许未来那小皇帝要立起来，那就是他亲舅舅，是身份在这，况且掌握重兵啊。皇上这只要一闭眼，天下几乎就是他的了，对不对呀？那刘辩14岁，那懂个什么呀？容朕思之。如果说皇上不同意，那就当一脚把桌子就踹翻了啊，就得破口大骂，要多牙碜有多牙碜啊！朕得把你们刺儿一个刺儿一个刺儿一个，不学好，你知道吗？但是说了这么句话，容朕思之，这个模棱两可的话，说完之后一挥手，让宦官们退下。这个宦官们列位呀，那个脑子是超过常人的，因为他没有闲班啊，真的清心寡欲，一天到晚净琢磨害人了。这一听就明白了，那就是同意了啊。好，派人去请何进。你要说叫您来，哎，聊会儿天来，皇上叫您来了啊，好吧。何进在家里边跟大伙儿一块儿说话呢，聊天呢，叫唤呢，啊，我要进宫啊，看看我妹夫，我妹夫是皇上啊，我要去见他，我看一看他，
去吧，谁拦着也不听。真好，大门大眼撇着大嘴，来到皇宫了。到皇宫这儿呢，就瞧见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宦官，这人叫潘隐，他是这个蹇硕手下的宦官，但是他跟何进关系好，各位听明白了吧？哎，他到这儿来，潘隐在门口等着了。何进这儿撇着大嘴啊，哎，高兴。这潘隐一看他，干嘛呀？跑啊！谁让你来的啊？这哥俩有交情。何进呢也是糊涂啊，这么些个人呢，啊，拿着刀拿着剑拿崩弓子的，就憋着弄死你了啊！你跟缺心眼儿似的还你个头啊啊！到最后潘隐没辙了，你快走，这才明白啊，这个哎呀，你出来没带充电器啊？跑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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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家了，进门直喘，哎呀呵，想不到的事情啊，太危险了，没带充电器啊，家里还这么些人呢，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家伙，差点中了我爸爸的法宝，他爸爸杀猪的，刺儿一个刺儿一个吗？啊，把这事一说啊。这事儿我跟他们没完，知道吗？点齐所有的精兵，跟我进攻，杀光所有的宦官，都同意不同意？这儿站起一个来，我反对，反对无效。原文不是那么说呀，您看看《三国志》去，看看《三国演义》，人家原文说的可复杂了。用文言人不可能，我反对，反对无效。你坐下，你出去，滚，不能这样。我这么说，我是让您各位听得明白呀，那你反对不管用，我今天我一定我要把他们给杀掉，我这口气才能出啊。反对的这主站在这儿，这脸色转了又转，那个将军，您但听我一言。你还要说什么呢？不是，我有一片好心当先。好，曹操，你说。晋呐，挺生气，因为进宫呢，差点人给撂在那儿。这回来之后，哎呀，都跟我走，咱们打架去。去到那儿，咱们摁住了就给他们放血，旁边有人站起来，我反对。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儿，谁呢？曹操。曹操那会儿还不是后来您想象那个状态的曹操了，这会儿刚30出头啊。你看了这么些人，都说对，咱们走，这赶紧啊，这就拿棍子、拿刀啊、拿板凳，咱们打架去。唯独曹操冷静，成大事者必须如此处热闹场中而面冷冷者，此其人必大不反也。就这8个人坐一块喝酒，一个个喝的都那个似的，有一个人他没有钱买酒。这是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啊。我之前我跟他们开玩笑，就这样，好多人跟我聊天，跟我辩论某件事情说到最后，有一哥们儿，我告诉你，郭德纲现在就是普天皆醉。我说就是你没钱买酒，噎得他个儿搂个儿搂的。但是曹操确实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你他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叔叔不爱看他，这个家里很正常经常是舅舅不爱看谁，谁不爱看谁，很正常。他有一叔叔就不爱看他。没事呢，还老上他父亲那儿举报去他爸爸叫曹嵩嘛这不行，这个了那个这个不听话了怎么样，老举报去。他呢挺恨他这叔叔，想一主意，
走到马路上，看见他叔叔了，啊，叔叔这一过来，他这叔叔您好，说了声您好，紧跟着咣叽一下，口吐白沫躺地下了，吓他叔叔一跳，怎么了？怎么了？我这中风了，给他叔叔吓坏了，赶紧扶着起来，打磨头，快歇着，啊，完事儿呢，上他爸那儿给孩子看病啊，怎么了？中风啊？没听说呀。转天他爸爸看见了，你怎么了？很好啊。来3回，他叔叔在说什么，他爸也不信了，啊，诈骗犯，说我儿子中风，你看我儿子还能大跳呢，啊，你说他那么小，他就那么聪明，包括到后来举了孝廉做了官之后，他这个脑子跟别人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他做这个大洛阳北都尉的时候，官不大，就是相当于刘皇叔在安喜县那个身份，啊，咱们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就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就类似这个身份。但是刘备那跟他这都难受，为什么呢？刘备在安喜县，穷乡僻壤、野店荒村，在那儿谁怕你呀，对不对？所以那个官不好干。曹操这官也不好干，在首都，对不对？在这儿也是如此啊，你敢管谁呀？毛病就在这儿了。哎，但是他聪明，让人呢打造了10几条五色棒。看电视剧、看电影，官一升堂，那衙役们拿着个棒子，哎，他那个特意弄的五色棒，啊，就挺好看的，各种颜色，一段一段的，拿着这个。晚上什么茶街啊、茶叶啊，拿这个打那些个犯禁的人。晚上逮着一个，这主啊喝了醉酒不行了，还拿着把刀满大街溜达，没人敢管，抓他。抓了一问，好家伙，他有一侄子厉害，侄子叫简硕，就是憋着杀何进这位，这是他叔叫简图。啊，我喝酒了，啊，我是犯禁了。我还拿着刀呢，你能把我怎么样？曹操说：“那好啊，来呀，力毙帐下。”就拿那五色棍打死，活活打死，转天就上热搜了。啊，曹操打死简硕之叔父，与宦官划清界限，这一下就红起来了，知名度就上去了啊。后来那五色棒，为什么理发店都买走了，搁门口转去呢？有脑子，聪明，所以今天他站起来告诉何进：“我反对。”啊，说你说这个是该杀，但是宦官势力太大，而且办事咱们得周到，你要走漏了风声，对咱们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咱们得想办法。何进根本就不听啊，如黄口小儿，安知国家大事？没看得起他，30出头，你懂个六啊你啊！就这会儿功夫，门口来报，说潘隐来了。各位，潘隐还记得吗？在宫门口挤鼻弄眼那个，哎，潘隐来了。这一进门慌慌张张啊！我这个有正事，快说什么事儿？皇上驾崩了。就这一会儿功夫，要不说天下大事啊，这跟电视剧是一样的呢。你看就这么会儿功夫，皇上死了。何进说：“各位看看怎么样？这会儿功夫，他们把皇上嫁出去给崩了啊！”哎，这战争题材看多了啊，驾崩啊！皇上去世了，属于这个汉灵帝的时代结束了，啊，东汉开始越来越乱了。天下事就是如此吗？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何进的面前，天子驾崩，你又当如何？这个时候，曹操刚才你看。何进同这么些人啊，没鼻子带脸的，黄口小儿，安治国家大事，你这个你那个，你爷爷是太监，你这都说了啊，都说完了啊。曹操没往心里去，
成大事者还在乎你这个吗？但是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得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用白话来说，曹操告诉何进，就是现在情况到了最紧急的时刻了，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把小皇上扶到正位，然后咱们再杀人，对不对啊？太对了！你现在咱们去啊，打架去，咱们去骂他，啐他一脸唾沫，把他们家玻璃都砸了，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干事儿从根儿上干，你得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天子驾崩，国家不能没有主啊！好，先扶起一个主来，这是皇上。再干什么，咱们往下顺着走，那是之后的事儿。好，哎，何进还真听了，带着人呢，他有兵啊，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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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了宫了。就在陵前，把这个刘辩立起来了。啊，自个儿妹妹生的这个就是当今的天子。小孩还不知怎么回事呢，他爸爸刚死，这正哭得不行了，又来一帮人给您道喜。啊，这皇家的事情也原本如此，啊，大伙儿又跪着就给他磕头，他算是当了皇上了。但是这个事情不算完呢，为什么呢？他还有个弟弟呢，刘协呀。刘协的背后是董太后啊。然后你以为你这儿当皇上了啊？你们这阵儿耀武扬威，执掌天下就完了？人家怎么办呢？对不对呀？人家这边也得琢磨呀。哎，怎么办呢？得找明白人问问呢。老太后说：“问谁呀？那问十常侍呗。”这个十常侍最坏，他哪边都吃啊。谁出主意他都啊，对对对，谁找帮忙他都管。他其实是考虑的自身。啊，您说怎么着？老太后说：“您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给出一主意吧。”十常侍给出主意，不要紧的。那个不当皇上了吗？这个最次得是个王爷，给他立成王爷。您呢，垂帘听政，好不好？哎，然后您娘家还有哥哥呢，您那哥哥给封一个大官儿，啊，骠骑大将军，封一官，让他手里有兵权，然后您再重用我们。老太太那最好骗了，忒好了啊！好，都照你们说的办啊！就给这刘协封了一个陈留王。这两位刘家大少，算是都有了工作了啊！现在的工作安排，一个是做皇帝，一个是扮演陈留王。目前的角色划分是这个样子的，啊，等之后再调整，咱们再说。这儿紧跟着又给董太后家里那娘家哥哥封了官了，哎，印玺呀送去了，公文送去了，大将军了，挺好。老太太要垂帘听政，她想的很简单，哎，跟西太后似的，各位啊，她坐在后边一叼烟卷啊，前面坐一小皇上，14岁的孩子，他懂个六啊，他不得我说什么是什么吧，对吧？文武群臣底下一跪，我在后边幕后实际操纵者。皇上做好了，有什么事不得问我吗？还得回头问我中午咱吃什么呀，对吧？我告诉他炒什么菜，他炒什么菜啊？想得很好。有人不开心，谁呢？何皇后。怎么就得你垂帘听政呢？列位想都能想得出来呀。但是这也不能朝堂上弄8个帘子坐8个妇女的后头啊，那就成戏园子了呀。弄8个包厢管什么用啊？是不是啊？怎么办呢？娘俩又吃顿饭，倒霉就倒霉这顿饭上了。何皇后这心里边啊难受，啊，这不行啊！请老太后吃顿饭吧，我们娘俩得聊一聊吧。老太后就来了啊！一听说有饭就去了，摆上吧。哎，
4个凉的，4个热的，烤的串儿、腰子，哎，打卤、炸酱、鸡蛋、西红柿，煮的面，宽条的、细条的，娘俩坐着包着蒜啊。我倒不是说那个愿意吃面啊，关键是给大伙儿营造一个生活的氛围，那您更能接受得了《三国演义》。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跟您这儿背《三国志》的原文也没有意义。您各位都比我水平高啊！吃饭不是目的，吃饭为了说事儿，谁还差这顿饭呢？对不对呀？酒席宴前，何皇后就劝自己的婆婆：“您不要垂帘听政，咱们是妇道人家，好好过日子，看孩子上学，以后长大了娶媳妇儿，好好的。”就挺好，啊！您之前的那个，您想的太多了，哎，婆婆呀，您草率了，哎，她是想这么劝她。这个老太太也是啊，也是这些日子压的邪火，听完这些个话，勃然大怒。什么意思？翻脸了，啊！我就不把它翻译的特别通俗了啊。因为怕有碍播出，大致意思就是你闭嘴啊！屠沽小儿。什么叫屠沽小儿？你们家杀猪的，国家大事用得着你吗？老太太想干嘛就干嘛。列位，话到舌尖要留半句呀。有天大的火儿，你也得劝着点自己呀。当时挺痛快，这一辈子的高光时刻就过去了。这不就这个呗？你也骂了街了啊，也翻了脸了啊，就回去吧，饭也别吃了，面也别煮了，蒜也白包了。老太太回去了。啊，何皇后那不吃吧，叫自己哥哥来吧，叫何进来。骂了我了，哦，怎么回事啊？汤一说啊，那个简单，那不要紧的啊，能设计，天下都是人家的，这还用设计吗？对吧？转过天来，小皇上跟这儿登殿，哎，这儿刚做好了，大臣里边有人就递上本章来了。谁递的本章？历史上没说，也不用说，无论是哪位都可以啊。本章说什么意思呢？说董太后啊，这董太后不适合在皇宫住，这损了这个啊。理由是什么呢？说她原来啊是在河间国住，河间国各位还记得吧？河北申州吃蜜桃那个地儿，这个灵帝不就是从那儿娶过来的吗？哎，为什么娶她？也是因为他们娘家之间有关系。这董太后也是从那儿来的，啊，说她是那儿的人，她现在应该回那儿去。什么时候走？现在。哎，你可这玩意儿啊！金殿上大将军何进一看，好，准奏，请太后搬家。狠呐，那是你不狠，他就狠了。马上有人就到后边去啊，太后归置归置吧，搬家公司的人都来了。啊，请太后搬家。老太后也傻了，吃顿面怎么就这么大的祸呀？不去，当时就死。收拾吧，归置，派人给老太太送到吃桃那儿去了。说这儿还有人呢，他有一娘家哥哥呢，昨天刚封的大将军。哦，好，跟他说封错了，让他把那印交回来。这国家大事有时候跟小孩过家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当时派人去兵困将军府，有人进去说一声：“哎，封错了啊！”之前的公文、令箭、印信全拿出来。这时候也明白，哦，好，不费劲，抻出宝剑来，刺儿把自个儿挠死了。啊，这阵儿就算拉倒了。到当年6月份，又打发人到河间找董老太太吃顿饭，酒里边下毒，把董太后毒死了。这一针算是彻底消停啊！
我说的这些，各位您可得记着点啊，因为你要听明白之后才知道后边这些事情为什么接二连三的是这么处理的。他把这一针铲干净了，接下来何进这个势力可就大了，全是人家的了，想怎样就怎样。有个词儿叫权倾朝野，说的就是他。那真是天天的横着走道啊，自己都不知道我吃点什么好了呢，心情太愉悦了。哎呦，从上到下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儿，但是谁看他不顺眼呢？石常氏。他们两者之间是互相看着不顺眼，哎，你憋着弄我，我也憋着弄你。石常氏心说这可坏了，现如今朝里边他一枝独大呀，而且要照这样发展，某一天他要是一翻脸想弄我们，那不是假的一样吗？我们不能让他弄啊，怎么办？就开始要明争暗斗。何进想的是怎么去这个石常氏，石常氏想的是怎么把何进弄死。哎呦，互相斗智斗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袁绍啊给出了个主意，说现如今呐，石常氏啊为非作歹，年头太久了，不能留他，不能留他，但是怎么去他是个事儿。那您有什么想法吗？何进根本都没往心里去啊，这你怎么回事？不是就说这石常氏怎么能把他除了呀？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吗？商量吧。这一商量，商量出一个主意来，说咱们呐招天下的英雄，全来，让他们来把石常氏弄死。何进挺高兴，我这主意多棒。旁边曹操站起来了，我反对。怎么呢？曹操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要招天下的英雄，你告诉我天下什么英雄啊？我招这个各地方的诸侯、各地方官，谁都可以来到这儿来一块儿来上。哎呀，曹操心说混蛋呐，混蛋加3级，混蛋出了圈了，你都啊！你让他们来，他们就回不去了呀。杀几个太监还不容易吗？你实在不方便明着来，暗着咱找几个流氓也能干了这事儿啊！你非得那样做，那哪成啊？苦口婆心的就劝他呀，此事万万不可。何进不听，哎，那意思天下都是我的了，难道说还能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吗？说什么也不听。曹操打这屋往外一走，一跺脚，乱天下者必何进也。什么意思啊？大汉江山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说的对吗？说的特别对。如果控制住了何进的这个想法，大汉江山再延续几十年，如果再好多上百年，那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拦住。当然了，历史不能往回走，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何进高兴了，就这么办，来吧。那么天下英雄多了，咱们调谁进京呢？想来想去，我呀先调一个人，这是个大大的英雄，他的名字叫董卓。汉末江山，国运轻微啊！大汉江山就如同半瓶半瓶的矿泉水，正怼过啊！出事儿了吗？出事儿了！现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何进。何进说：“这个天下怎么办？”有个叫袁绍的，袁绍袁本初，那可是了不起的呀，名门望族，家里边出了好几位4世3公，大身份的人。袁绍出的主意，
召天下的英雄，各路豪杰进京来，一起铲除这些个权阉，叫人来帮着一块儿把宦官杀了。这主意其实挺次的啊，挺次的。但是何进觉得对，因为何进的这个知识面啊，一直停留在杀猪那儿，词儿一个词儿一个，他觉得这个对痛快呀，对不对啊？而且他想这个很好，他们来了，大伙儿帮着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事儿，以后传出去这是大家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个人有的时候就往好处想，啊，你包括我们做节目，包括有时候你看我们拍戏呀，我们有自己的影视团队，哎，郭老师，您看我们最近写这电影剧本和这电视剧，您看这个哈，观众看完之后如何怎样怎样。我说你爱不爱？我太爱了。我说你问人家了吗？对不对？做节目、写戏、弄相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让你替观众点菜。你爱吃那管什么呀？爱吃回家吃去，人家吃不吃，对不对？这很重要，就跟录评书似的，对吧？你要问我，我可能这录个神鬼妖狐，对吧？郭德纲讲鬼故事，录这个好天马行空，一说倍儿痛快。那人优酷说了，那要三国，那怎么办呢？那么些钱都摆着了，是不是？咱不用说什么做生意不做生意，这人之常情，对吧？你那个犯哪门子倔强啊？是不是？没有意义。何进就犯这浑，啊，这太好了，他想的都是好的。每一个失败的人在干事之前想的都是好的，对吧？那您说，那拍电影的，1个亿、2个亿、3个亿拍的，到最后一卖4块钱、6块钱，他哪个戏拍之前不得开2年的会啊？请专家，请明白人，请大文豪，天天坐一块喝着酒聊天，分析剧本，探讨这句话，研究时代背景，商量这个电影上映之后的观众情绪。你们这3年花了好几个亿，拍完之后卖6块钱，怨谁呀？那就是你们光往好处想，不怨别人，怨你自己，这是最重要一点。哎，而且呢，他这次找天下找的最不应该的这些英雄里边，他不该找这个董卓。董卓是西凉刺史啊，各位，我不知您哪位熟悉三国，可能您看过电视剧啊，看过京剧什么的。董卓是一个大奸臣的形象出现，啊，脑满肠肥啊，吃吃喝喝。这只是脸谱化的一个片面的说法，其实董卓是个人物。董卓是这个甘肃岷县那边的人，他是那儿的人，他家住这个地儿啊，挨着那个什么羌人那个少数民族的地儿很近。他们家本身就还挺有钱，这主从小好打架，好练2下子，骑着马，说拿这弓箭，据说左右开弓。他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大傻胖子，他不是啊，而且2膀一晃1000斤之力，那是个人物。你想，他就在甘肃当地，他跟那些少数游牧民族们玩得特别好，就那些个人拿他当神仙一样，是这么一个主啊，心狠手辣，而且会交朋友。只要那些个游牧民族的人上这儿来，他看就好好的招待，杀自个儿家里边耕田的牛给人吃，来多少全杀。到最后那个头目一看太感动了，家里边牛都没剩多少，回去之后给他送了1000头牛，就臣服于他啊，就说他这人是这份的，我们愿意跟他交心。所以说他是最厉害的一股潜在的势力，关键他还有野心呢，这就要了命了。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叫他进京啊。那怎么办呢？密诏已经来了，密诏，哎，就是以皇上的这个名义也好，朝廷的名义也好，其实是何进写的，那不是公开的那种告示。哎，那意思就是现在朝里边时常事，祸乱宫闱，这个不对那不对，国家兴亡需要你
进京来除贼，你带着兵上这儿来，把这事儿弄了，为国效力。密诏，这东西来了，董卓乐的都不行了，高兴，好家伙，乐的都说普通话了，太开心了啊！好好好，我得去啊！我带兵要进京，带多少呢？20万，大兵20万进京。但是人家董卓身边呢，也有那些个有文化的谋士，他现在是西凉刺史啊，他不是说家门口跟少数民族打架那个傻胖子的，不是。有文化人，大伙儿也得商量这事儿。咱们带20万兵，这就要进京了，咱这个事儿怎么办？大伙儿一商量，咱们呢，活鱼不能摔死卖。这是句老话，活鱼嘣了吧了吧，这多好啊！你怕把它摔死再卖，你犯不上。对咱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不是一封密诏吗？咱把它挑明了，上奏天子，下对万民，让皇上也得知道知道，让老百姓也得知道知道。现如今是皇上叫我来的，奉诏进京，清君侧。哎，我这个名儿跟你们不一样，我清君侧，君王身边有坏人，这个就行了。为什么呢？他名正言顺呢。你说我奉密诏偷偷摸摸来，半道碰见巡逻了，问我说什么呀？这就不一样了。好家伙，对外一亮这个旗号，奉皇王招请，进京勤王，帮皇上打仗，剪除身边这些个宦官。列位啊，就这个动机就值一热搜，那还不快吗？啊，当天这儿一发兵，紧跟着全世界都知道了。哎呀，董卓进京了。因为当时其实不光是董卓一家，何进给好几位都写了这个了。你也来啊，你也得来啊，咱们都来啊。但是这里边影响最大的董卓，他的势力最大啊。这个消息就传开了，你朝里边十常侍那个又坏了，董卓喜提热搜啊。阿卓来了，我们怎么办？对吧？这个就是斗争啊，这还不是简简单单，不是说几个说相声坐在屋里串闲话，咱们给谁造谣吧，咱们上哪儿汇报去吧，那不是那搁一块值不了3毛钱，这是家国大事啊。董卓要来了，他来了咱们怎么办？董卓那是豺狼心性啊，对吧？现如今咱们从根儿上说，谁叫他来的？那还用说吗？何进叫他来的。好，杀何进。咱们说了好几期要杀何进了啊，看来何进是活不过这一集了。这个做货做到头了，他其实有好几百种不死的方法，他有好多方法让自个儿名垂青史、耀武扬威啊，他都行，但他偏偏摘了一个一定要死得很惨的道，这就是他的命了。宦官们得商量啊，怎么办？他们现在把何进杀了，说董卓来不来，咱们死不死是另一回事儿，咱眼巴前儿你得先死。老话说得好吗？对吧？你不让我好死，我也不让你好拖上啊！咱们来吧，啊，商量吧，商量杀何进。怎么杀？说上家杀去那不现实，天下兵在他手里攥着呢，咱上他那儿去，你来，咱弄死你，那不像话，就得把他诓到宫里头来。找谁呢？找他妹妹何皇后。皇后坐那儿正下午茶呢，啊，跟前坐着几个姐们儿啊，喝茶吃蛋糕。你那包多少钱买的呀？
啊，我这个还上当了，150啊。他们愣说是假的，说不值1400，废话啊，就类似这样吧。哎呀，这喝着茶呢，这几位宦官进来了啊，进来把帽子一摘，都跪在那儿了啊。这个影帝附体，哭吧。哎呀，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没有胸毛也有腿毛啊。哎呀，没有腿毛也有牢骚。哎，这说点这个话。皇后得问呐，怎么的了呀？快起来吧，几位啊！这站起来了啊！您救命吧！我们这怎么回事？你说说吧。是啊，闻听人言，由于我们的一些个错误，何大将军要杀我们，没别的啊，您多救救我们吧。要，你们都犯什么错误了呀？是我这个，我就随地吐痰了啊，我做饭咸了啊，我见谁没鞠躬，就说点这闲话呗，啊，所以说这个他要杀我们，您救命。在何皇后这儿，他觉得他们是好人，因为在历次的宫廷斗争里边啊，宦官帮过他，所以他觉得跟他们团结一块儿是挺好。到今天这个状态下，他更觉得天下无忧了。儿子是皇帝，他有什么可怕的？董太后那一支全清了，从上到下连 DNA 全清干净了，有什么可怕的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不叫事儿，你们别害怕。不是您说不害怕不行啊，我们这害怕的不行的了。那你们说怎么办呢？那个，我们想跟大将军认个错，跟他道歉。哎，说一声我有罪啊，我忏悔，我不对啊。哦，那你们去吧，我们不能去啊，我们去了那不得让他把我们剁碎了吗？是不是啊？那怎么着呢？请娘娘传旨，请大将军到宫中来，同着您老人家，我们给他跪下，央求他老人家饶恕我等。这就是诓人嘛，啊！要换别人呢，不会相信。何皇后也是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天下是我们的，对吧？我儿子现在是皇上，我哥哥这么厉害，这几个求情来了，哎，不叫事儿，不叫事儿。行，你甭管了，啊，我叫他来。你们那个多磕头少说话，是，谢谢娘娘，谢谢娘娘，高兴。这旨就传下来了，传到何进的府里边。何进跟前人多着呢，一听这下，嘡一下子炸庙了。这是玩谁呢？这是，啊，太拿我们当缺心眼儿的了，大将军，你看他们这个事儿。何进乐了，哈哈哈哈哈！我去。